乌克兰一边谈一边拖，这个“拖”字呢，其实也有两层意思，一个呢是想拖时间，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想把北约拖下水。但是美国和北约呢，现在就是不下场。那么这个“拖”字还能拖多久？莫非乌方真的觉得他们拖到5月9号就能赢？沈先生，我个人认为啊，除了一开始他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斩首计划的设想之外，但是在大多数时间，俄罗斯没有认认真真意义上的夺取基辅的作战方案，他不想拿下来。基辅的目的是什么？把你圈在这里面，让你不去支援你的乌克兰东部的重兵集群。然后我的重点是消灭你的有生力量，消灭完有生力量之后，我还要留着你跟我签条约呢。就乌克兰，就基辅里面如果被干掉了，泽连斯基如果跑了，或者你换一个人上来，我告诉你，最开心的是谁？美国。就之前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美国和北约希望把俄罗斯拖下去，让他陷在泥潭里，就是希望去拿基辅。美国在背后下指导棋呢，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乌方恐怕确实没有能力独立决定战与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崔先生如何看待达成谈判协议的前景？当然，我想呢，接下来美国对乌克兰方面谈判立场的影响呢，实际上它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比如说啊，如果我们设想哈，随着俄方第一阶段主要目标的完成，如果俄方呢在下阶段的谈判过程中呢，能够体现出更大的柔软度，或者说俄乌双方呢，在一些现在看上去比较困难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些妥协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在这个所谓的乌克兰乌克兰中立化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俄乌双方呢在一些局部和技术性的要求方面呢已经有一些共识。如果朝这个方向去推进的话，我想毫无疑问，美国想要从背后操纵乌克兰方面然后来延缓谈判，从而让冲突持续的这种企图呢，也会受到很大的挫败。目前俄方也给出了双方的伤亡数字。我们首先说对于所有的人员伤亡，我们都深感痛心。那么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俄方公布的数字准确不准确？俄罗斯的数字，你如果不相信，你就把它往上调嘛，你无非就是往上乘一个2，乘一个3，对吧？你这个已经是很一般来说是，就是对于加工的加水分的一个合理的比值放在那。综合第一战场态势，第二外围表现，第三一般意义上这个军事意义上的常识。个人我认为就是俄罗斯的公布的战报的可信度比乌克兰方面要高一些。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最后补充一句，就是俄罗斯公布了这份战报之后，最近这段时间在网上关于乌克兰的这个消息有很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英文主流媒体当中，第一次重新出现了俄罗斯的正面消息，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份战报。同时呢，负面新闻当中不再提乌克兰取得惊人战果这回事，就开始提什么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对俄罗斯施压金融和经济制裁这种事情。这个数字我们很难去核定。乌克兰方面可能把，比如说像顿巴斯的民兵、车臣的武装人员，还有呢像一些雇佣军，只要是进入乌克兰境内的被击毙的，他都认为是俄军的伤亡。所以这样的话就肯定会造成乌克兰方面的统计和俄罗斯方面的统计有一些不同。虽然北约并没有直接下场，但是外界认为北约实际上为乌克兰提供了信息甚至是指挥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方面的支持作用大吗？你很少看到泽连斯基跟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开会的画面，对不对？然后剩下时间就是在那录视频，对吧？下面的人呢，就是他分成那种小分队，这些小分队之间呢用的那个战术通信装备呢，可能是北约战场制式的。那包括他们说嘛，在马里乌波尔，在前线大概连到营这个规模的乌克兰军队当中，他有外国的军事顾问，然后这些军事顾问他自己会带一些地面终端，这个地面终端是可以直接从北约的战场态势感知系统里面去搜集一些消息下来的，对吧？然后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些情报上的指挥。然后作用呢？作用它确实起到了迟滞的作用，但是你要指望消灭它是绝对不可能的。
正当美西方炒作俄军伤亡人数时，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国防部召开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发布会。俄国防部公布相关战报称，过去这1个月，乌克兰军队的人员损失约为3万，其中1.4万人死亡，1.6万人受伤。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俄方共有1351人阵亡，3825人受伤。这是3月2日以来俄方再次更新相关数据。不难发现，美西方渲染的数字与俄方公布的数字相差甚远。对于进展情况，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正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中，总体上第1阶段行动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而3月14日以视频方式开启的俄乌代表团第4轮谈判终于有了后续。俄乌代表团27日宣布，新一轮的面对面会谈将于3月28日至30日在土耳其举行。俄国防部在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被显著削弱，使得俄方能将主要精力聚焦在主要目标及控制顿巴斯地区上。俄国防部这一说法被普遍认为是俄军有意改变进攻策略及缩小进攻目标，同时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目前，俄罗斯支持的顿巴斯地区武装已控制卢甘斯克93%的区域和顿涅茨克54%的区域。俄军之所以调整策略，半岛电视台认为这也跟一个事实有关，即俄罗斯军队的后勤系统针对多条战线上的补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英国卫报3月23号报道指出，俄乌双方军事供应都在耗尽，但俄罗斯仍有优势。目前俄罗斯的战略已经转变为对乌城市的持续围困。眼下，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军包围，这里已成为双方交火最为激烈的地方。据俄媒报道，在马里乌波尔，俄乌进行了第1场真正意义上的巷战，双方不得不围绕一栋楼，甚至是一个房间展开激烈争夺。在这里，乌军拥有一支名为亚速营的特战分遣队，这支由2000至3000人的部队使用形似狼之钩的徽章，图案类似纳粹德国的亲卫队第2师标志。亚速军团于2014年由极右翼分子创立，起初在乌克兰东部对抗亲俄力量，之后纳入国家卫队，受内政部指挥。斯德哥尔摩东欧研究中心的乌朗德告诉法新社，在2014年，这个营队确实有极右派背景，由极右派种族主义者成立。亚速军团也非常懂得宣传，时常在社交媒体附上烧毁俄军战车的影片，塑造自己非常能战斗的形象。2015年左右的时间呢，确实也是他是顶住了东部这个亲俄民兵组织进攻的。那么他的战斗经验啊，包括说是他的这个人员的构成啊，也都是非常之有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加上他又是主场作战啊，这个本身是大本营。所以说俄军呢，从前期的轻敌到后期的这个虽然有准备，而且也尽量用各种手段，但是确实可以看出啊，这个亚速营以及当地守军的这个战斗意志和他的这个作战水平呢，都超出了俄军的预期。事实上，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了多久，俄乌双方在马里乌波尔就打了多久。分析认为，俄方之所以要拿下马里乌波尔，就是看重其战略地位。首先，在俄罗斯眼中，乌克兰控制的马里乌波尔已成为连接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陆路通道的最后一块屏障。其次，拿下马里乌波尔后，整条海岸线都将掌握在俄罗斯手中，届时俄罗斯将完全控制亚速海，而作为重要贸易出口枢纽，失去马里乌波尔将对乌克兰经济带来新的重大打击。俄罗斯这次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集中的中央的指挥中枢，同时有效的协调这几个方面的包括不同兵种的这个进攻，好像是有这样的迹象。那这个也造成了对于像马里乌波尔这样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一旦陷入这个某种程度的这个城市战争之后，俄罗斯军队在这方面的表现应该说跟原来预期的还是要稍微弱一些。所以呢，我估计前面困难很大。但是在第2阶段的军事行动中，马里乌波尔仍然是俄军会可能也是整个这个战事当中，俄罗斯在乌东2个共和国之外会全力争取拿下的唯一的一个主要城市。上周，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正按计划进行，且将持续到达成既定目标为止。
他指出，既定目标包括实现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成为中立国家，不奉行反俄政策。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军情报部门的说法称，俄罗斯军队被告知必须在5月9日之前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因为在这一天是俄罗斯胜利日。俄罗斯各地会按照惯例庆祝2战中粉碎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是不是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发出明确的命令必须在5月9号之前终结军事行动？这个我觉得存在一定的怀疑我想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方案，然后5月9号只是其中一个阶段性的终结这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可能的时间节点。